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携程风云》。这款游戏的译名比较多，还有的翻译作脱库摩骑士啊，不对，特库摩骑士，还有的翻译作野蛮骑士。大家知道是哪款游戏就好了。游戏的出品时间比较早，1989年，但是和早期的硬派的动作游戏不大一样。这款游戏的难度不是很高。游戏的左上方，咱们的血量是用一种火焰来演示的。这个火烧得越旺，说明咱们的血量越多。游戏一共有3个操作键，包括攻击、跳跃，还有切换状态。其中常规的状态有2种，一种是骑着巨人，一种是骑着白虎。其实这就不大公平啊！同样的都是投游戏币，为什么有人就可以骑白虎，有的就只能骑这种巨人？另外还有一种状态是飞龙的状态，飞龙状态需要捡到特定的道具才能够变身，变身的时候攻击非常的强力，包括 BOSS 都可以秒杀，但是飞龙的持续时间非常的短，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持久啊！游戏最常用的状态其实就是巨人的形态，攻击力比较高。另外，它的跳跃攻击锤头看起来也非常的有气势。但是切换形态也有比较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最后一关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因为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短暂的无敌时间。这里就是第1关的 BOSS 战了。这款游戏的 BOSS 除了最终 BOSS 之外，都是成对出现的。干掉一个之后，单挑的话，咱们是不需任何怪的，包括最终 BOSS。这个巨人的名字叫做烟鬼，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起来，悠悠白书最后在魔界大战里边夺得冠军的那个家伙呀，重名了。来到了第2关。游戏的流程一共是5关，不算长，不到20分钟就可以通关了。并且游戏当中有很多的特殊地形还有机关可以利用，包括滚石、炸弹、深坑，还有像刚才的房顶，把柱子打断，房顶会塌下来。游戏的剧情方面也是非常的简单，讲述的就是2位古代武士特库摩骑士与恶魔狂野毒牙率领的恶魔军团作战的故事。游戏当中的飞龙状态不是固定的，道具方面有一定的随机要素，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变成飞龙，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。刚才桥上这种炸弹我是不大喜欢引爆的，因为有些时候会造成死机的 bug。这个其实挺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这款游戏年头比较多了，这么多年在模拟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完善，不仅是有些时候会造成死机，个别的情况下音乐也不大正常。刚才地面上有着字母 IC 的 IC 卡，就是切换状态的道具，
但是我现在好像是满了呀，因为平时我也不太喜欢使用白虎的状态。有小伙伴说：“大叔，这不像你啊。”但游戏嘛，巨人确实是好用。这只牛头怪啊，我这么躲也没躲开，到底还是顶了我一下。大家注意屏幕的左上角，这团生命的火焰变小了一些。咱们如果捡到回血的道具，它会恢复的。前边应该就是本关的 BOSS， 本关的 BOSS 还算是有看点。2只美杜莎，而且这2只美杜莎可以用一种逃课的方式攻略。出现了，咱们先站一个角落，然后锤头，锤倒地之后跳到另一只的头上接着锤，这样反复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锤完。可能有小伙伴会问大叔啊，上一关的鸟人为什么你不这样攻略呀？鸟人的话在角落好一点，如果不在角落，你锤一只头的时候很容易被另一只给打下来的。并不是所有的 BOSS 都吃这个套路。另外，这款游戏还有一个特别的 BOSS， 就是大猩猩，它会在游戏当中多次的出现。弱点是手，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大猩猩的弱点是头啊，结果发现打不到，后果可想而知啊，一个游戏币就没了。发现天黑了，说明猩猩王又出现了。打他的话就一个套路好用，先打一只手，然后向另一只手的方向移动，移动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内，你先跳一下，因为他会锤你的。好，这里我捡到了飞龙，有点可惜啊，这个飞龙的道具捡的有一点早。再晚一点，咱们就可以去打 BOSS 了。BOSS 也可以秒杀。变成飞龙的这个设定，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龙牙。玩龙牙的时候，捡到不同的武器，你就可以变成不同的动物。最厉害的就是飞龙了，无敌。但是飞龙只能用1关。这款游戏当中，飞龙也是限时的。刚才咱们也就是20秒左右吧。这个时长实在是太短了。另外，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判定，就是你的平 A 同一时间只能够打中1个敌人，如果对面是2个小兵一起上的话，你只能打中其中1个，另外1个就会攻击你。这个设定在2D 的动作游戏里边非常的罕见，但也不是没有。之前我给大家录制的《地地部队》应该就是这种类型。第3关的 BOSS 打2只人马骑士，先干掉1只之后就没有难度了。地图方面的显示非常的特别，咱们攻略到哪一步了，地图就会燃烧到什么位置。
可能很多小伙伴也注意到了，我打这些小怪的时候都是单挑，就是因为咱们的平 A 只能打中一个敌人。所有 BOSS 里边，我感觉第4关的 BOSS 还是有难度的。但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咱们有可能在 BOSS 之前能够捡到飞龙，这样就可以秒杀他们了。第4关 BOSS 应该是2个大型的牛头人啊，不对，牛头怪。这里又捡到了飞龙，但是现在离 BOSS 还远啊。这就到时间了，太可惜了，这2个小 boss 没有用到。我刚才锤一个头的时候，被另外一个给打下来了。第4关的难度直线的上升，上一关的 boss 到这里变成了精英怪。给了一个飞龙的道具，这个位置离 BOSS 就不远了，我感觉咱们有戏呀，但是需要快一点。干掉了1只，2只，这样的话过关了。本关的 BOSS 是拿着回旋镖的牛头人，而且他可以扔出2个。来到了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有几场 BOSS 战。首先，星星王肯定要打，另外打 BOSS 之前也要检查一下咱们的切换状态的道具是不是满的。其实有6个左右就足够打最终 BOSS 的。最终 BOSS 的弱点是他头上的角，你把他的角掰下来，就算是通关了。在那之前，我想把 BOSS 的肚子锤爆啊！大家注意屏幕上方的中间还有倒计时。但这款游戏的时长还是比较富裕的，不像是昨天我给大家录制的忍者大战。到游戏后面的关卡，我感觉很多地方时长都不够。类似的情况之前还给大家录制过一次格斗贵族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坑，咱们可以利用一下。没 A 到，这个家伙竟然跳过来了，好聪明啊！这种坑我都不敢跳。这种早期的非常硬核的动作游戏，如果有坑的话，坑周围的判定都比较迷。大家想一下街机版本的双截龙。不一定站在坑的边缘就会掉下去，有可能离得很远，稍微一个走位不慎，莫名其妙的就从屏幕的边缘滑进去了。这里打2个第1关的 BOSS， 在屏幕边缘可以利用一下，反复的锤头。
骑白虎的时候，跳跃攻击和巨人不大一样。白虎是围着敌方的脖子转圈儿，但是那种攻击方式，你的位置很低呀，非常容易被打下来。这一下没骑到，距离有点远了。我这一下也没有骑到，我还以为他会向前走呢，结果他捶了一下地呀。看这里的背景不用问了，要打一只猩猩王，但是这个地方会有小兵来捣乱，所以咱们的攻击思路还是先清掉一次。清完杂兵之后，再打他的拳头。他的拳头其实有几种攻击方式，还有一种是可以锤你的。前方最终 BOSS 战。先打他的肚子，打个3下左右，咱们就需要切换形态。可以了，大家注意他的脚闪光了，咱们跳上去把它拆下来，这样的话就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。特库摩骑士也叫做携程风云，也叫做野蛮骑士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